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Age of Empires Mobile 终于正式推出了，不知道各位开始去玩这个游戏了没有呢？我本身是已经建立了一个账号在第10服，并且加入了一个华人联盟叫花龙之国度。据我了解，目前游戏还没有开台服，有可能之后会开台服了，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游戏的华人会比较少一点。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华人的联盟，并且他们也是很客气的，直接让我做R4，其实我不想要做。因为我在之前测试服的时候已经做过R4了，会比较忙，比较辛苦一点啦。但他们看我是主播，再加上我的经验可能比较多一点了，他们就直接把R4的位置丢给我。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第10服，然后加入这个联盟，跟我们一起打仗。也是恭喜预注册的玩家，你们已经拿到了城市皮肤主题、头像框、埃及艳后，还有各种的奖励，可以先人一步发育的更快。还有一些玩家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游戏，所以今天我就稍微来介绍一下，并且给一些攻略。因为我玩这款游戏其实也是玩了一段时间，都有好几个月了，所以我的经验可能比大家还要更多，也知道一开始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东西。首先就是文明选择，在这个游戏中拥有多个文明，总共是有8个文明，玩家可以自行选择自己喜欢的文明。但是这边我就要开始给一些提示了，一开始大多数玩家应该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文明，而忽略掉了一些东西。那首先，如果你是正常的玩家，没有花太多钱在这个游戏上面的话，其实发育会比较重要。像我个人比较推荐中式文明、法式文明还有埃及文明，因为在早期呢，我们是不会去攻击任何一个玩家的。因为在早期如果去攻击任何一个玩家的城市，其实你的部队都会阵亡的。所以在早期其实我们不需要一些兵力的提升或者是掠夺的上限，只是需要好好的发育就可以了。但换另外一种方式，如果你是有充值在这个游戏上面的玩家，你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强劲的文明，像是韩式文明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你可以去攻城略地，去抢夺人家的资源。日式文明还有拜占庭文明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其实如果你是有花钱在这个游戏上面的玩家，你甚至可以连文明都忽略掉，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当我们正式进入游戏之后，我建议各位先完成主要任务。其实我知道有一部分玩家呢是不会去解锁主要任务的，就是看到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升就去提升，去采集，去打野蛮人，完全不在乎主线任务要你做什么东西。那其实如果你没有完成主线任务，没有解锁章节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解锁到下一个章节要解锁的东西。就比方说我们能够派遣出去的统帅队列，从城市走出去大地图，或者是锻造屋等等，这些都是要解锁主线任务之后，完成章节之后才会解锁的东西，否则你的游戏就是一直卡着了。并且完成主要任务章节之后，其实也可以拿到不少的奖励。除了资源加速之外，还有帝国币。帝国币在这个游戏中很重要，各位要记得，在你们进入到第7个章节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加入联盟。虽然在早期的教学我是有跟大家讲过，最好优先加入一些比较强大的联盟，但是我发现到大多数的玩家呢，要加入一些强大的联盟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早期我们的战力那些都还没有提升，一般那种强大的联盟呢，他们只是征收一些战力比较高，或者是他的可能活跃度比较高的玩家。但是早期的玩家发育没有这么快，并且是没有花钱的情况下，发育的更慢，没有办法达到对方的要求，只能一直申请又苦苦的等，这样会导致到你的进度缓慢。如果你加入了一些联盟之后，至少你还可以拿到一些联盟礼物。像我的做法就是，如果第一个最强的联盟没有办法申请到的话，就申请第2个，第2个也没有就申请第3个，直到有联盟肯收你为止。在早期有加入联盟跟没有加入联盟真的影响很大，然后记得牵扯到你的联盟附近，像是旗帜附近、要塞附近，或者是队友比较多的地方，这样子可以确保你的城市安全。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之后有开一些集结要完成任务的话，你的队友也可以帮助你。下一个是让大家比较容易忽略掉的一点，就是派遣村民。其实你们平时训练的村民是有作用的，它可以帮助你一些产量提升、速度提升、提升每日交换资源的上限等等。要点开这个界面，只是需要看到我们的战力的右手边就可以点开查看了。有注意到这一点，一直不断的派遣你的村民去做东西的玩家呢，发育会比较快一点。除了常规的派遣之外，还有限时派遣，它可以让你的一些速度提升。就比方说治疗的时候减少5个小时，减少建造时间2个小时，还有村民法典等等，有很多东西呢都是可以快速的帮我们发育，减少我们所需要消耗的时间。甚至我个人觉得村民是比起我们的什么英雄装备之类的还要更加重要。下一个重点就是不要盲目的去提升战力。 OK， 我知道早期的玩家可能是想要尽快的去把自己的能力提升，但是
我建议各位可以去查看每一天的日历，因为在后期可能会出现一些提升战力的活动。像平常你们也是一样可以去训练部队，或者是提升一些建筑物的等级，但是最好不要消耗太多的加速。在这段期间里面也是准备足够的资源，等到活动出现之后，你们再一次性的把自己的城市等级同时间训练部队，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获得该任务的奖励，或者是如果运气好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拿到比较高的排名，还可以额外获得更多的奖励，有帮助于你们账号发育的更快。下一个部分就是英雄啦，也就是统帅。在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游戏里面的统帅设计全部都很精美，多数都是著名的历史人物，每个5星英雄都有专属的动画。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在一开始都不知道要去培养哪一位英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招募了。那在早期其实没有太多的活动可以获得更多统帅，只能通过招募的方式去获得，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们能够搭配什么组合。那在早期有一些玩家他们没有太多同样兵种的英雄的时候，就会用混兵，但是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用纯兵的，比方说3个剑兵的武将，3个骑兵的武将。在早期先不要升任何英雄的等级，把所有的经验书存起来，因为早期的一些武将呢其实不是很强，并且在早期我们只是要发育而已，其实不需要用到太多的武将。只要你能够组合好一个完整的队伍之后，也就是有3位英雄，就可以开始去锻造他们专属兵种的装备了。那么在早期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锻造太多不同类型的装备，只要你们锻造一组能够使用的装备即可。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我们攻击城市或者是建筑物的话，都会阵亡部队。做好一组的装备之后，我们只是需要防守就可以了。而且就算我们的城市被进攻之后，这些资源也是有部分会被保留。就算你不是用来驻防自己城市之后要开些集结要打野仗都可以使用，主要还是保护自己的必要手段。除了我们在酒馆可以招募的英雄之外，其实还有现实的英雄，就像现在我画面上所演示的吕布，在酒馆中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位英雄的。只要运气不算太差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拿到英雄本体的。我个人是建议在早期不要花太多的帝国币，在后期有转盘的时候我们才花帝国币。第一次转的时候是免费的，接下来就是900一次，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一次一次转，一次性转5次只是需要4200，会减少300的帝国币。转盘的统帅技能也是比起酒馆的还要更强，在酒馆的统帅大多数都是采集或者是伤害会偏比较低一点，并且转盘除了可以拿到统帅之外，还可以拿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资源加速，运气比较好拿到比较多碎片的话，还可以提升星星，最后再一次性的把所有的经验数都投资在这些转盘的统帅上面。当然也不是每个转盘的统帅都值得转呢，如果之后有推出转盘的时候再跟大家解释哪一个比较值得。如果你没有为转盘统帅留下帝国币的话，就不好意思了，你只能花钱去转。接着就是日常的体力，正常来讲每一天都会赠送50点的体力给你，这些体力都是拿来攻击部落部队的。在攻击结束之后，除了可以拿到奖励之外，也可以提升自己队伍的英雄等级。不过各位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们攻击这些部落的话，其实是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兵种。在 Age of Empires Mobile 里面还是比较讲求兵种克制的，剑兵克制长枪兵，克制骑兵，克制弓兵，再克制回去剑兵。像你所搭配的队伍是使用长枪兵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以骑兵为主的部落，会比较容易的去击败敌人。当然你不确定那个部落里面是什么兵种的话，你也可以派你的侦察部队去侦察。除了这些基本的东西之外，还有完成日常活动。现在有帝王之路、金宝圣章，这些活动大概有1周的时间，尽量在活动结束之前提升到21等级的城市，可以获得大量的帝国币。有了更多的帝国币才可以招募更多的统帅，因为另外一个活动就是需要我们招募累积500次。但是比较起完成这个活动，我还是建议各位把帝国币留到转盘统帅出现的时候才花，因为这个转盘最多上限可以转1000次，等于说你要准备84万的帝国币，在不买礼包的情况下是不够用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花钱在玩这个游戏的话，早期你能够做的事情真的只是增援集结、驻防要塞而已。假设你平时没有事情做的话，就跟队友一起集结，打一些部落精英、黑旗副将，可以拿到不少的资源。下一个部分就是资源啊，前期真的会比较缺乏资源啊，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就尽量去采集多一点资源。顺便也是在这边介绍一下，在这个游戏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项目就是钓鱼了。每天可以钓鱼3次，然后玩家需要去判断那个钓鱼的位置。这边给一点小提示啊，如果你们想要拿到更多分数的话，就尽量去钓金色的鱼。
拿到更高的分数才可以兑换更多的箱子，箱子打开之后可以拿到更多的食物。只不过很可惜，这个活动只有1天3次机会而已。下一个英雄征战就在这个界面中打开。那首先海岛战役呢，在游戏的教学中也是会跟大家讲啊，其实这个活动可以在后期挂机玩，就是你去上个厕所、去洗澡、去吃饭，甚至去睡觉的时候，可以给它自动挂机打，只要你的队伍够强就可以了。只要你打到更高等级，你拿到的奖励就会越多，但是这个奖励需要时间慢慢去累积的。像一开始我比较喜欢的活动就是战地幸存者，这个真的是玩都停不下来只不过很可惜，这个活动呢并不是常驻的活动，它是有限时的。那因为限时的关系，我相信早期大家也不会有太多的英雄，只能用贞德或者是用月色分。我个人是比较推荐月色分因为它攻击的时候是有个圆形范围的，你的敌人会比较容易受到伤害。像贞德的话其实也是不错，因为它后面可以丢那个旗帜，可以丢很多根，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月色分。完成这些活动之后也可以拿到大量的奖励，可以帮助我们的城市发展。现在在看这我影片的观众应该还没有玩到后期啊，在后期还有至高竞技场，你可以跟玩家单挑，可以设置自己的队伍，跟玩家之间互相切磋，还会有排名。除此之外还有帝国演习，这个是有50层，你们需要一层一层慢慢打下去的。但是这些后期的活动都对部队的要求会比较高，如果你的部队不够强的话，很难玩到后期，或者是拿不到更高的排名，所以你们现在争取去提升自己的部队能力，在后期你们才可以更加顺利的去完成任务。尤其是帝国军演如果你们打到更多的层数，就可以拿到军演币，除了可以购买加速资源增益之外，还可以购买装备图纸。那么最后需要玩家特别去注意的就是里程碑的发展，这个也是相信大家会忽略掉的一点就是你们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战争，要做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里程碑这边查看什么时候开放关卡，也会有倒数的时间让自己做好准备，什么时候要开始战斗。当然如果你加入到一个比较不错的联盟的话，可能他们会放一些通知告诉你们啦。以上就是对新手的一些游戏中介绍，还有一些小贴士啦。当然其实在游戏中还有更多的细节教学需要分享给大家的，当然我相信大家最想要看的就是战斗。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如果有哪些遗漏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